有俄罗斯媒体对中俄合作扩大化的未来前景做了分析预测，还对中国建造的大型医疗船产生了浓厚兴趣，建议俄海军采购。一起来看详细情况。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有俄媒发文探讨了中俄在经济、军事领域合作的方式，称北京和莫斯科在世界秩序、安全体系等关键问题上的立场明显接近的背景下，可以找到关于俄罗斯和中国联合结盟的说法，并指出中俄军事联盟对克里姆林宫更有利，以便在与美国和北约集团的谈判中使用我们和中国的说法威慑对手。但是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回避对莫斯科的任何直接军事政治承诺，而莫斯科已经与整个西方集体发生争吵。俄媒认为应该认识到俄罗斯和中国之间不会有传统意义上的军事联盟，而联合宣言、军事演习和基地租借等合作项目都是受欢迎的，但肯定不会有互助条约，也不会有中国的航空母舰在波罗的海驻扎停泊。俄媒认为，既然无法结盟，那么中俄两国可以各取所需，根据目前的战略需求交换各自需要的先进技术和资源。中国可能会需要俄罗斯在航空和航天工业方面的一些技术，以及一些高科技武器，如远程预警系统。俄罗斯原子能公司可为中国核电站建造新动力装置方面提供帮助，还有俄罗斯提供的天然气，以分散中国通过中亚和马六甲海峡的油气供应中断的风险，以及其他类似价格的自然资源。可以说，俄罗斯对中国是有着多方面的补充能力。当然，这种补充并非单方面的，而是中俄两国双方互补的。俄罗斯也需要中国的技术和物资，不仅仅是磁悬浮飞行、5G 工作、人工智能用于制药等。俄罗斯可以与中国建立密切的高科技合作，尤其是在军事领域方面。毕竟现在中国军事力量今非昔比，尤其是在海上作战舰船领域，中国可以助力俄罗斯发展海军。当前的俄海军是俄联邦武装力量中最为明显的短板。苏联解体后，经济上和技术上全面匮乏的俄海军不得不将极为有限的资源大部分投入到核潜艇的建设当中去，导致现在的俄海军的大型水面舰队只能靠苏联时期的老旧水面舰艇撑门面。因此，俄罗斯国内的媒体和一些军事专家都曾经提出向中国直接订购军舰，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可行方案。此次的俄媒分析中指出，就算莫斯科因为政治原因不愿意向中国订购驱逐舰或者巡洋舰，也可以向中国订购政治敏感度较低的非作战舰艇。海军装备的舰船当然不仅仅是军舰和潜艇，如大型的补给船、医疗船、工程船等，这些辅助舰艇就是非常适合俄海军的选择。俄媒还指出，亚洲最大也是亚洲唯一的920型医院船就是中国建造的，也是俄海军目前所需要的一款先进辅助舰艇。在这里，虎哥给大家展开详细说一下，俄媒提到的这920型医疗船就是众所周知的和平方舟号大型医疗船，这是现今全亚洲最大最先进的医院船。中国海军目前也只装备了一艘，排水量达14000多吨，比055大区还要多1000多吨。这种舰船具有完善的医疗设备，船上拥有脑电波扫描室、口腔诊疗室、特诊室、特检室、数字 X 光摄影室、制氧站、眼耳鼻喉诊室、药房、血库等医疗系统，2400多套医疗设备，光是大型手术室就有12个，同时拥有300多张病床，其综合实力相当于陆上顶级的3甲医院增强版，也是目前全球范围内最新最强的医疗船之一。俄媒对和平方舟号大型医疗船充满了兴趣，这种大型的综合海上医院正是俄罗斯海军所缺乏的。俄媒强调，俄海军可以向中国订购类似的非战斗舰艇，在中国建造的话，这种舰船很快就会完工。如果交付给中国建造，那么俄海军的现代化建设将迈上一个台阶。
要虎哥来说，这种选择对于俄罗斯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相比之前直接对俄罗斯出口作战舰艇的建议，非作战的辅助舰艇出口更能够让俄罗斯容易接受。之前就有专家分析过，如果俄罗斯从中国购买了先进的作战舰艇，那么就相当于俄罗斯对外界承认自己没有能力建造先进战舰，只能从昔日的徒弟，也就是中国这里买。这对俄罗斯来说不光是面子上的事，对于俄军工造船业的未来发展也有不利影响。因此选择一些非战斗的辅助舰艇，对于俄罗斯来说影响就不会那么大了。而且这些辅助舰艇将从侧面保障俄罗斯海军的作战能力，同样可以加强俄罗斯的国防建设。